大家好，我是智慧传媒，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我想和大家解读一本书，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思考的方式。这本书叫做《快思慢想》，作者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快思慢想》一书探讨了我们思考和决策的方式。他认为我们的大脑有两种思考系统，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是快速、直觉的思考系统，而系统二是慢速、理性的思考系统。系统一通常用于日常任务，例如开车或走路；系统二则用于更复杂的任务，例如解决问题或做出决定。卡尼曼认为，我们经常依靠系统一来思考，即使这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系统一可能会犯错误，而且它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快思慢想一书提供了许多关于如何提高我们思考能力的技巧，它教会我们如何识别系统一的偏见，如何使用系统二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不要错过这个可以提高思考能力技巧的话题，让我们一起开始吧。我们的大脑中上演着一场引人入胜的戏剧，它像电影一样，有两个主要角色，有曲折、戏剧和紧张。这两个角色是冲动、自动、直觉的系统一，和深思熟虑、谨慎、计算的系统二。当它们相互作用时，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做出判断和决定，以及如何行动。系统一是我们的脑部部分，它以直觉和突然的方式运作，通常不受我们 conscious control 有意识的控制。你可以在听到非常响亮和不寻常的声音时，体验到这个系统在工作。当下你会做什么？你可能会立即并自动的将注意力转向声音。这就是系统一。这个系统是我们的进化过去的遗产，能够做出如此快速的行动和判断有固有的生存优势。系统二是我们用来想象大脑中负责我们个人决策、推理和信念的部分，它处理大脑的 conscious activities 有意识的活动，如自我控制、选择和更为 deliberate focus of attention 谨慎的注意力集中。例如，想象你在人群中寻找一个女人，你的头脑会故意集中在任务上，它会回忆起这个人的特征以及任何有助于找到她的东西。这种专注可以帮助消除潜在的干扰，你几乎不会注意到人群中的其他人。如果你保持这种专注的注意力，你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找到她了，而如果你分心并失去注意力，你会很难找到它。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如何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懒惰的头脑，懒惰如何导致错误并影响我们的智力。要了解这两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试解决这个著名的球棒和球问题。一个球棒和一个球总共花费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球多少钱？你最有可能想到的价格是$0.10美元，这是直觉和自动的系统一的结果，是错误的。花1秒钟，现在做一下数学题。你看出你的错误了吗？正确答案是$0.05美元。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冲动系统一接管了，并自动根据直觉回答，但它回答的太快了。通常情况下，当面对无法理解的情况时，系统一会调用系统二来解决问题，但在球棒和球问题中，系统一被欺骗了。他认为问题比实际情况简单，并错误地认为它可以自己处理。球棒和球问题暴露了我们天生的精神懒惰。当我们使用我们的大脑时，我们倾向于使用每个任务最少的能量，这被称为最少努力法则。因为用系统二检查答案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的大脑认为它可以用系统一解决问题时，它就不会这样做。这种懒惰是不幸的，因为使用系统二是我们的智力的重要方面。研究表明，练习系统二的任务，如专注和自我控制，会导致更高的智商。球棒和球问题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大脑可以通过使用系统二来检查答案，从而避免犯这个常见错误。通过懒惰并避免使用系统二，我们的大脑正在限制我们智力的强度。自动驾驶，为什么我们并不总是在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你看到单词片段 SOP 时，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先考虑 eat 这个词呢？现在，当你在看 SOP 这个词时，你可能就会把它补全为 soup。这个过程被称为启动。当我们接触到一个词、概念或事件时，会导致我们召唤相关的词和概念。
我们就被启动了。如果在上面你看到的词是 shower 而不是 eat， 你可能就会把字母补全为 soap。这种启动不仅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也影响我们行为的方式。正如我们的思想会被特定的词语和概念影响，我们的身体也会被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一项研究中，被启动了与老年有关的词语，如佛罗里达和皱纹的参与者走路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行为和思想的启动是完全无意识的，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因此，启动表明，尽管许多人争论，我们并不总是在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行为、判断和选择。相反，我们一直被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启动。例如，凯瑟琳沃斯的研究证明，金钱的概念会启动个体主义行为。被金钱的概念启动的人，例如通过接触到金钱的图像，会更独立，不愿意与他人接触，依赖或接受他人的要求。沃斯的研究的一个含义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启动金钱的触发器的社会中，可能会促使我们的行为远离利他主义。启动就像其他社会因素一样，可以影响个体的思想，从而影响选择、判断和行为。这些反过来又会反映到文化中，并严重影响我们所有人所生活在的社会。快速判断，即使缺乏足够的信息，我们的大脑也能做出快速的选择。想象你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了一个较本的人，你发现他很容易聊天。后来，有人问你是否认识任何人会想为他们的慈善机构捐款。你想到了本，尽管你只知道他很容易聊天。换句话说，你喜欢本的性格的一个方面，所以你假设你会喜欢他的一切。我们 often approve or disapprove of a person even when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m。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简化事物。这 often leads to judgment errors， 这被称为夸张的情感一致性，也被称为晕轮效应。对本的意境性产生的积极感觉会让你给本带上一个光环，即使你对它知之甚少。但这不是我们在做判断时唯一的捷径。还有确认偏误，这是一种人们倾向于同意支持他们先前持有的信念的信息，以及接受任何被建议给他们的信息的倾向。这可以通过我们问詹姆斯友好吗来证明。研究表明，面对这个问题但没有其他信息时，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詹姆斯友好，因为我们的头脑会自动确认所建议的想法。晕轮效应和确认偏误都发生在我们的大脑渴望做出快速判断的时候，但是这 often leads to mistakes， 因为我们并不总是拥有足够的数据来做出准确的判断。我们的头脑依靠错误的建议和过度简化来填补数据的空白，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像启动一样，这些认知现象发生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影响我们的选择、判断和行为。启发是，我们的大脑如何使用捷径做出快速决定。我们 often find ourselves in situations where we need to make a quick agent。为了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发了一些小捷径，帮助我们立即理解周围环境。这些被称为启发式。大多数时候，这些过程非常有帮助。但问题是，我们的思维倾向于过度使用它们，在不适合使用这些捷径的情况下使用它们，可能会导致我们犯错误。为了更好地理解启发式是什么，以及它们可能导致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检查它们的两种类型：替代启发式和可用性启发式。替代启发式是指我们回答比实际提出的问题更容易的问题。例如，考虑这个问题：那个女人是警长候选人，她在任上会成功吗？我们会自动将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替换为一个更容易的问题，比如这个女人看起来像会成为一个好警长的人吗？这种启发式意味着我们没有研究候选人的背景和政策，而是仅仅问自己这个女人是否符合我们对好警长的心理图像。不幸的是，如果这个女人不符合我们的警长形象，我们可能会拒绝她，即使她有多年打击犯罪的经验，这使她成为理想的候选人。接下来就是可用性启发式，这是指你高估了你经常听到或容易记住的东西的可能性。例如，中风比意外导致的死亡要多得多，但一项研究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意外死亡更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我们在媒体上听到更多的意外死亡，而且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比中风导致的死亡更容易记住可怕的意外死亡，所以我们可能对这些危险做出不适当的反应。启发式是我们的思维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判断的一种方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迅速做出决定，但它们也可能导致我们犯错误。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启发式存在的缺陷，并尽量避免在重要决策中过度依赖它们。没有数字头脑，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统计数据，并因此犯下可避免的错误？如何预测某些事情是否会发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记住基准率，这指的是统计基准，其他统计数据都依赖它。例如，假设一家大型出租车公司有 20% 的黄色出租车和 80% 的红色出租车，这意味着黄色出租车的基准率是 20%， 红色出租车的基准率是 80%。如果你叫了出租车想猜出它的颜色，记住基准率，你会做出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测。因此，我们应该始终记住基准率来预测事件，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能实现。事实上，基准率忽视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忽略基准率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关注的是我们预期会发生什么，而不是最可能发生什么。例如，再想想那些出租车，如果你看到5辆红色出租车经过，你可能开始觉得下一次会是黄色车了。但是无论有多少辆任何颜色的出租车经过，下一辆出租车是红色的可能性仍然会是 80% 左右。如果我们记住基准率，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相反，我们倾向于关注我们预期看到的东西及一辆黄色出租车，所以我们很可能会错。基准率忽视是与处理统计数据的更广泛问题相关的常见错误。我们也难以记住一切都回归均值，这是承认所有情况都有其平均状态，而从该平均状态的变化最终会向平均状态倾斜。例如，如果一名平均每月进球5个的足球运动员在9月份进了10个球，他的教练会非常高兴。但如果他随后在剩余的一年里每月进约5个球，他的教练可能会批评他没有继续他的热潮。然而，这名球员不应该受到这种批评，因为它只是回归均值。统计数据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见解，但我们必须小心避免犯错误。记住基准率和回归到均值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准确的预测。我们的记忆系统并非简单的记录我们的经历，我们有2个不同的记忆系统，被称为体验式记忆和回忆式记忆。体验式记忆记录了我们在当下的感受，它会问现在感觉如何？回忆式记忆则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它会问总体上感觉如何？体验式记忆给出了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我们在经历中的感受永远是最准确的。但回忆式记忆，因为它是在事件结束后记录的，所以准确度较低。回忆式记忆之所以会主导体验式记忆，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持续时间忽视，我们会忽略事件的总持续时间，而只记住其中的某个片段。第二个原因是风中效应，我们会过分强调事件的结束部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关于结肠镜检查的实验。在结肠镜检查之前，受试者被分成2组，一组接受了较长、较为缓慢的结肠镜检查，另一组接受了较短的检查，但检查后期疼痛加剧。你可能会认为最不开心的患者是接受了较长检查的患者，因为他们的疼痛持续了更长时间，这在当时确实是他们的感受。在检查过程中，当每个患者被问到疼痛时，他们的体验式记忆给出了准确的答案。那些接受了较长检查的患者感到更糟。然而，在检查结束后，当回忆式记忆接管时，那些接受了较短检查但最后部分更痛苦的患者感到最糟糕。这项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持续时间忽视、风中效应和我们错误记忆的清晰例子。我们的大脑会根据任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数量的能量。当我们不需要调动注意力，不需要使用太多能量时，我们处于认知异化的状态。然而，当我们的大脑需要调动注意力时，它们会使用更多的能量并进入认知紧张的状态。大脑能量水平的这些变化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在认知异化的状态下，直觉的系统1掌管着我们的大脑，而逻辑的、更需要能量的系统2被削弱了。这意味着我们会更加直觉、更有创造力、更快乐、
但我们也更容易犯错误。在认知紧张的状态下，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因此系统2会被启动。系统2比系统1更会检查我们的判断，所以虽然我们几乎没有创造力，但我们会犯更少的错误。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影响大脑使用的能量来调整我们的思维状态，以适应特定的任务。例如，如果我们想让一个信息更有说服力，可以试着促进认知异化。促进认知异化的一种方法是接触重复的信息。如果信息被重复给我们，或者被做得更容易记忆，它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会在反复接触相同的清晰信息时做出积极的反应。当我们看到熟悉的东西时，我们就会进入认知异化的状态。另一方面，认知紧张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统计学问题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接触以混乱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信息来进入这种状态，例如使用难以阅读的字体。我们的大脑会警觉起来并增加能量水平，以便理解问题，因此我们不太可能简单的放弃。我们对想法和问题的判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以何种方式向我们表达。对陈述或问题的细节或重点进行的微小更改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从我们如何评估风险中找到。你可能会认为，一旦我们能够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每个人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对于精心计算的概率，仅仅改变数字的表达方式，也会改变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例如，如果将罕见事件用相对频率而不是统计概率来表示，人们会认为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在被称为琼斯先生实验的实验中，两组精神病学专家被问到是否可以安全地将琼斯先生从精神病医院中释放。第一组被告知像琼斯先生这样的患者有 10% 的暴力行为概率，而第二组被告知估计每100个类似琼斯先生的患者中，有10个会发生暴力行为。这两组中，第二组有近2倍的受访者拒绝了他的出院。另一种方法是我们的注意力被从统计上相关的东西上分散开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分母忽视，这是指我们忽略了简单的统计数据，而偏向于影响我们决策的鲜明的 mental images。以下是2个陈述：这种药物可以保护儿童免受 X 病，但有 0.001% 的永久性毁容的风险，和服用这种药物的10万个儿童中有1个会永久性毁容。即使这2个陈述是相等的，但后者会让人想起一个毁容的孩子，并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太可能给孩子服用这种药。我们如何做出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群有影响力且强大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完全基于理性论证的。他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根据效用理论来进行选择的。该理论认为，当个体进行选择时，他们只会考虑理性的事实，并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选项，也就是具有最大效用的那一个。例如，效用理论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你比喜欢猕猴桃更喜欢橘子，那么你也会选择 10% 的概率赢得橘子，而不是 10% 的概率赢得猕猴桃。这似乎很明显，对吧？在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群体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的最著名学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使用效用理论，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个体是超级理性的决策者。后来被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律师卡斯桑斯坦命名为经纪人。作为经纪人，每个个体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根据他们理性的需求来评估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经纪人也理性的评估他们的财富，只考虑他为他们提供的效用。所以，想象一下2个人，约翰和珍妮，他们都有500万美元的财富。根据效用理论，他们拥有相同的财富，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对他们的财务状况都感到同样的满意。但如果我们把事情复杂化一点呢？假设他们的500万美元财富是他们在赌场一天的结果，而他们2人的情况截然不同。约翰只带了100万美元进去，然后5倍的增加了他的财富，而珍妮带了900万美元进去，但最后只剩下了500万美元。你还认为约翰和珍妮对他们的500万美元感到同样的满意吗？不太可能。很明显，我们对事物的价值不仅仅是纯粹的效用。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看到的，由于我们不像效用理论认为的那样理性的看待效用，我们会做出一些奇怪的、看似不理性的决定。如果效用理论不适用，那么还有什么呢？一个替代方案是前景理论，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挑战了效用理论，他表明，当我们做出选择时，我们并不总是采取最理性的方式。例如，想象一下这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被给予$1000，然后必须在获得$500的确定收入和50%的机会赢得另一个$1000之间进行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下，你被给予$2000，然后必须在损失$500和50%的机会损失$1000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保险，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赌博。前景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它至少强调了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并不总是理性的行事？这两者都涉及到我们的损失厌恶，我们比重视收益，更害怕损失。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根据参照点来评估事物。在两种情况下，以$1000或$2000作为起点会影响我们是否愿意赌博，因为起点会影响我们如何评估我们的处境。在第一种情况下，参照点是$1000，在第二种情况下是$2000。这意味着在第一种情况下，获得$1500感觉像是一次胜利，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损失。即使我们的推理在这里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也把价值理解为我们的起点，而不是当时的实际客观价值。第二，我们受到递减敏感性原理的影响，我们感知到的价值可能与其实际价值不同。例如，从$1000降到$900，并不像从$200降到$100那样糟糕，尽管两次损失的金额是相等的。同样，在我们的例子中，从$1500降到$1000的感知价值损失比从$2000降到$1500时更大。为了理解情况，我们的大脑自然会使用认知一致性，我们会构建完整的认知图来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例如，我们在脑海中有很多关于天气的图像，我们有一个关于夏天天气的图像，它可能是一个明亮、炎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的图像。除了帮助我们理解事物之外，我们还在做决定时依赖这些图像。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会参考这些图像，并根据它们建立我们的假设和结论。例如，如果我们想知道夏天应该穿什么衣服，我们会根据我们对那个季节天气的图像来做决定。问题是，我们对这些图像过于自信，即使可用的数据和统计数据与我们的认知图不一致，我们仍然会让它们来引导我们。在夏天，天气预报员可能会预测相对凉爽的天气，但你可能仍然会穿短裤和 T 恤，因为这就是你的认知图告诉你应该穿的。你可能会在外面冻得发抖。简而言之，我们对我们常常错误的认知图过于自信，但是有办法克服这种过度自信并开始做出更好的预测。避免错误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参考类预测 （Reference Class Forecasting）。参考类预测是指根据特定的历史实例来进行预测，而不是根据我们的一般认知图进行预测。例如，想想你之前去外面的时候，那是一个冷夏天，你当时穿了什么？此外，你还可以制定一个长期风险政策。该政策在预测成功和失败的情况下都制定了特定的措施。通过准备和保护，你可以依靠证据而不是一般认知图来进行更准确的预测。在我们的天气例子中，这可能意味着带上一件毛衣以防万一。最终总结，这本书快思慢想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大脑包含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本能的形式，需要很少的努力。第二个系统更为谨慎，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会根据这两个系统中哪一个在当时控制着我们的大脑而有所不同。现在，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关于如何提高你们思考能力的建议。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系统一的偏见。一旦你意识到这些偏见，你就可以开始识别它们，并采取措施减轻它们的影响。其次，不要害怕使用系统二。系统二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它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后，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害怕改变你的想法，即使它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有所帮助。好了，谢谢收看本期关于快思慢想的听书视频。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财务成功，敬请期待。